哎，大家伙早喽！10月21号星期二，后天就要去上海了。今天第4个训练日，但是明天是合练的日子，所以今天轻松跑，明天参加合练。场地赛之后，小腿肌肉的反应还是挺明显的。昨天跑了一个21公里，其中12公里是按照有氧，就我的2区来跑。心率145到155之间，就差不多我的有氧的慢的那部分。配速4分，一开始4分20多，后来150心率以上的时候4分13，最快的时候能到4分10。场地赛的视频昨天上了，我看有评论有弹幕，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感受，还有不成熟的观点。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观点，就是能不能顶是怎么回事，或者我自己的感受。小伙伴说：“哎，你看你180的心率怎么能顶10000米呢？”这东西不是天生的，真的不是天生的。它其实是这样，小伙伴们，就是身体抗压是一个能力。风有点大啊，对不起，突然就降温了。而这个能力不是说来就来，或者说没有就没有，它是你得让你的身体抗压呀。扛一扛，你身体对压力就能适应了。其实跑步的人，跑马拉松的人，只要您坚持锻炼了1年或者2年，其实心肺系统差不多就练得很可以了。对人的心肺系统其实弹性挺大的，上下限。但是为什么有人说，哎，我心率高为什么顶不住呢？其实归根结底不是因为心肺顶不住，是您的肌肉整个的这个关节韧带所有的你都不适应在这个强度下的运动，你就顶不住，你身体就没劲儿了。就跟我老说马拉松一样，到最后都是你掉速，没有说我哈哈喘，最后喘不上气来了掉速，基本都是没劲儿的掉速。最后你走路了，那走路的时候心率可能就90多100，对吧？这心率不是一个衡量你能不能顶的唯一标准。咱频道有位观众高手，周末的半马 PB 了，1小时11分多，全程心率也是将近180，平均都是这样。您看运动员比赛，马拉松、半马也都是这样。像5公里、10公里，就5000、10000这种场地赛，那更厉害，应该都跟我差不多。所以说到这儿，就别再相信说永远都慢跑就能怎么样，说这个以慢促快，对不对？我觉得不现实，因为你身体从来都没有试过，比方说4分15秒每分钟，不是每公里，抱歉，4分15秒每公里跑30公里的压力，你从来没试过。那你有什么资本可以说啊，我要破3？那可能性不大，对吧？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非常小。那有的小伙伴说，我现在训练就是平时慢跑，然后跑强度课、跑间歇，行不行？我觉得，如果您已经练出来了，比方说您现在是就我那个阶段，从244想突破240那过程，我觉得这样行。但即便是这样，我的长距离，我也不是那种慢速长距离，我最后也要加到有那么几公里，持续的要比马配快才行。为什么这么说？或者为什么说，你看东非的运动员，在没有现在所谓的科学训练之前，为什么他们通过平常的跑步，甚至平常的生活，积累到
10几岁、20几岁就比我们快呢。其实他们的法特莱克就变速跑是起了关键作用，我认为啊，个人认为。但现在还有更好的办法，什么意思？就是你得有一个持续的压力。所以为什么我总推荐新手小伙伴，或者还在破3路上的小伙伴，男性，如果女性差不多就是315，在这个过程中的小伙伴们多跑阈值，阈值跑比法特莱克还管用，它就是一个持续对身体的刺激，然后这个刺激大概就是你的，如果你跑得长一点的话，大概是你的半马配速，跑得短一点大概是你的10公里配速，在这两个之间吧去摸索。比方说我在破3之前，我差不多3分50到3分55，我一口气跑8到12公里，或者稍微再慢一点点跑15公里或者16公里。那时候我经常会有平均配速4分0几、4分10，跑21公里或者20公里。你这样跑完以后，你在赛场上，你用4分15去跑42公里，你的心态才正常，然后你的身体状态也才正常，对吧？然后法特莱克为什么也差不多呢？当然差一些啊，就是它其实不是那种间歇，就是短时间大爆发，它还是一个持续的输出，只不过快一会儿慢一会儿，没有阈值那么的拼。所以这些都是要不然是机遇巧合被发现的，要不然就是故意为之去研究的。我也在那种就刚开始我突然说我要跑间歇，那时候马拉松可能刚刚破4，我就试着去操场，去北工大田径场跑7个或者9个1000米，中间歇2分钟。但是我发现它是提升了你的绝对速度，但是它对你的马拉松能不能顶住没什么关系，关系不大，在那个阶段关系不大。但是提升绝对速度也有点用，就是你能在平常训练中跑得更快一点。所以就比方说像我的有氧能力，不光是体测时候说，就我自己也认为我的有氧能力，我并不是有氧能力弱，小伙伴们，是我的有氧能力是我的短板，说清楚了吗？跟我的其他比它相对弱。看日出，就这个有氧能力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跟我其他的比弱，不是它是一个很弱的绝对值。举个例子，就是说我的10公里34分钟，半马74分钟，但是呢，我到了全马，我在未来这1年可预见的，我觉得有机会能拼一拼的成绩，也许就是237。这个不太就跟有氧能力强的人来比方说一个有氧能力不是短板的人，但是呢，他可能他的阈值能力、抗压能力是相对的短板的话，那也许人家半马跑77分、76分，但是全马呢也是237、238，它就这么回事儿。那你说谁也不能说啊。刚才我举例的这个人说啊，你的这个抗压能力真差，谁也不能跟我说啊，你的有氧能力真差啊，不是这样的，跟自己比。所以我能更好的跟大家分享，怎么更能让自己顶起来。这样的话呢，如果您长期慢跑，有氧能力是您的长项，那就试试我说的这些方法。想顶起来比想跑好的有氧要省时间，但是要更累，就是要更艰苦。阈值跑真的是挺害怕的，真的挺害怕的，就这么回事儿。
它那种感觉就是你的呼吸其实是够的，就包括我在赛场上也是会有一点点喘，会觉得说想呼吸更快，但是可以被控制住。但是就是你的腿使不上，就没有那么大持续的输出的力了，就这么回事儿。所以你通过比赛也能看出来，就是很多比赛到最后我是能勉强顶下来，不掉速，稍微加一点点。但是有的小伙伴到比赛最后是可以冲的，是可以冲刺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我自己应该多去跑跑，就现在这样的，把跑量多拉一拉，再把跑量加一加。但是现在我再想加跑量，我就得再考虑更好的恢复，还有就是时间的安排了。好吧，分享这么多，今天约了观众，约的6点45。是您约的我吗？你好，你好，介意被拍到吗？不介意。从哪里来？法国。法国。我刚才看见大河源先生。是吧？他早。我们要一起跑步吗？好。您是哪里人？我是武汉人。武汉人。明年要去跑武汉马拉松。哦，我应该要去跑武汉马拉松。要不要开一下表？我们一起，不着急。哎，小伙伴们，10月21号星期二，训练结束，17公里，平均配速5分45。今天跟观众一起慢慢跑，我也自己也慢慢跑，就小腿的肌肉还是有点反应。今天调整。明天的课表特别逗，明天课表是从来没跑过的，周三我们一起说是1分钟快慢的法特莱克，但是这怎么合练呢？每个人速度都不一样，也没说多少组，等今天晚上的通知吧。刚才见到观众从法国来的，哦，好远呀！这周末准备上海的10公里了，到现在还不知道号码和分区呢。但是我记得报名的时候没有让填过成绩，但是我在上马系列赛里唯一的一个成绩就是2016年的上海马拉松4小时20多，4小时26好像，不知道。但是我的那个领悟窗口是2号，然后好像存物车也是2号，不知道。到现在也没有路线图，起终点在哪儿也具体也不知道。可以关注这两天，然后看看北马什么时候出号码。北马应该是能在 A 区的，但是不知道现在北马还有没有那个 T 啊？好像听说是没有了，不知道。那个9星直通的也是 A 区吗？不知道。还是最近活得特别的紧凑，一个事儿接一事儿。昨天刚把那个场地赛的节目剪完，行吧？那跟大家说这么多，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